收山，胡歌攜年代商戰大戲回歸。餐飲版人世間呼之欲出，老字號的命運與時代浪潮的正面碰撞。在競爭激烈的國產劇市場中，年代題材與行業劇的結合早已證明其強大生命力。從大江大河到風吹半夏，再到近期掀起全民討論的人世間，一部作品要真正打動觀眾，除了宏大的時代敘事，更需要深刻的人物群像與扎實真實的行業細節。如今，又一部被視為餐飲版人世間的年度重磅之作悄然浮出水面，年代商戰大劇《收山》。據業內消息，《收山》計劃於12月16日在北京開機，拍攝週期約90天。儘管尚未正式啟動，但其豪華主演陣容、深具時代質感的故事背景、厚重的文化主題，已讓它成為本年度最受關注的劇集之一。尤其是胡歌繼《繁花》之後再度回歸年代題材，更讓這部劇未撥先火，吸引了大量業內外的期待。收山的故事發生在20世紀90年代左右的北京，一個改革開放浪潮不斷衝擊傳統行業的時代。一家名為萬堂居的百年老字號餐館，因時代變遷而逐漸面臨生存危機。餐飲江湖外有資本入局，連鎖品牌崛起，內有管理理念落後，廚藝傳承面臨斷層，種種壓力讓昔日輝煌的老字號岌岌可危。萬堂居的掌灶師傅楊月軍是這段故事的靈魂人物，他一生沉浸於京味料理，以傳承手藝為己任。然而，在選擇繼承者的問題上，他卻面臨難題。按理說，三徒弟樊大成、胡歌是最具天賦、廚藝、眼界和格局都遠勝同門，但樊大成在年輕時選擇了離開，走出北京，闖蕩更廣闊的世界。最終接手門店的是穩重卻不夠靈活的大徒弟馮秉革。然而現實殘酷，馮秉革在經營上乏善可陳，萬堂居在他的帶領下業績每況愈下。隨着90年代商業化加速，市場競爭加劇，老字號的經營困境迅速擴大，最終幾乎走向破產。師傅一生心血面臨毀於一旦，昔日輝煌難再續命，讓所有人陷入迷茫。就是在這種關鍵時刻，遠在外地闖蕩的樊大成毅然選擇回歸。他籌措資金，試圖接盤並重建萬堂居，用全新的理念拯救這個百年老品牌。這一情節切中了無數中國觀眾的情感脈絡。對許多人而言，老字號不僅是味蕾記憶，更是城市文化、家庭情感、時代變遷的縮影。收山正是通過這一老店命運，折射出上世紀末社會巨變下的個人選擇與行業沉浮。劇中最值得關注的是樊大成提出的新中餐理念，他並非要否定傳統，而是希望在保留菜系精髓的基礎上，引入現代管理理念，創新菜品呈現，標準化流程，以及更符合時代需求的經營策略。這一設定不僅貼合90年代中國餐飲行業的真實歷史，更具有強烈的時代共鳴。當時隨着外資品牌進入，年輕人的消費觀念轉變，中國餐飲行業迎來重要分水嶺，傳統手藝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，而創新則成為生存關鍵。樊大成在劇中的改革，不只是商業競爭層面的創新，更是一次文化意義上的對話。他需要說服堅持傳統的老一輩廚師，也要面對不理解創新意義的顧客，更要在資本博弈中尋找屬於自己的立身之本。這種衝突讓收山具有強烈的劇作張力，也充滿現實意義。正如劇中台詞所說，師傅永遠不會擔心徒弟搶自己的飯碗，師傅擔心的是他的東西被以後的人改走了樣。雙引號。這句話深刻點出中國傳統手藝傳承中的核心矛盾：如何守住根，又如何應對時代的洪流。胡歌在收山中飾演的樊大成是一個極具複雜度的角色。這位年輕廚師身上既有傳統匠人的敏銳與執着，
又具備商戰中所需的果斷與魄力。他肩負着傳承百年老字號的使命，也必須在時代洪流中尋找屬於自己的道路。繼《繁花》中演繹時代弄潮兒寶總之後，胡歌再次挑戰年代劇男主角，但角色氣質卻截然不同。《繁花》的寶總浸潤於商業浪潮的燈紅酒綠，而收山的樊大成則更多扎根於煙火氣裡，用一勺湯、一口鍋守住傳統味道，用改革思維迎接行業挑戰。這不僅對胡歌的演技提出更高要求，也讓觀眾見證他在事業新階段的突破可能。一個演員最寶貴的是不斷尋找新角色的勇氣，而胡歌顯然已經準備好了。演員陣容是收山引發高度期待的重要原因之一。李沁，她預計是演樊大成新中餐改革的重要支持者，是一位獨立而堅定的職場女性。李沁近年來在《慶餘年》《追風者》中展現出堅韌與柔情並存的角色塑造能力，加入收山無疑能為其注入現代力量。何冰，作為老字號中守舊派的代表人物，何冰的出演堪稱點睛之筆。他對於京味人物有天然的表現力，從白鹿原到情滿四合院，皆體現了他對人物內心的深度把握。在收山中，他將代表傳統的堅守者，為劇中改革與守舊的對立增添重量級對手戲。劉佩琦、岳鴻、涂松岩、謝君豪這一系列實力派演員共同構建了萬唐劇的時代群像。他們或是見證老字號興衰的老一輩員工，或是新商業力量的代表。每個角色都將為劇情注入濃郁生活氣息與真實煙火味。佟大為、白客客串，雖然是客串，但二人在表演上都有自己鮮明的特色。尤其白客在情感戲和年代情境中的表現常給人驚喜，他們的加盟將為劇情增色不少。收山無疑是一部標準的群像戲，而強大的陣容使人物間的關係網更具可看性。每一個角色都不僅是劇情推動者，更是時代切片的承載者。收山改編自作家常小虎的同名小說，原著被文學界評價為精字精韻，細節深入骨髓，其中對餐館經營、老手藝、人物性格的刻畫極具真實感。其深度來源於作者多年對京城文化的觀察，對90年代商業浪潮的體會，以及對傳統手藝人群體的理解。小說中有大量對京味小巷、老字號廚房、煙火繚繞的範式，以及社會變遷中人物心態的細膩描寫。這為劇版提供了厚實的文學底座，使收山更可能拍出一種真實與詩意並存的年代質感。收山也是唐人影視重整後的首部重要作品。作為從《仙劍奇俠傳》一路走來的老牌電視劇制作公司，唐人近年來經歷起伏，如今再度推出重磅年代劇，無疑寄托着公司復甦的重要期望。胡歌作為唐人的元老級演員，不管檔期多緊張，仍選擇出演這部重擔之作，可見他對公司、對作品、對時代故事的情感與責任感。而唐人歷來擅長人物群像、情感細膩、質感扎實的作品，這次轉向年代商戰與傳統文化題材，或許將迎來新的創作高峰。黃磊這次擔綱導演引發廣泛關注，雖然他的導演作品不多，但憑借過人的生活觀察能力、豐富的表演經驗、對人物情緒的精準把控，他在創作中往往能呈現細水長流般的溫情與真實。無論是在小歡喜、小敏家中的深刻情感線索，還是在綜藝中的對飲食與生活的熱愛，黃磊對生活中的戲有極強理解。而收山正是一部離不開生活氣息的作品，廚房的火光、餐廳的嘈雜、街巷的老味道、師徒間的情感，都需要細膩而敏銳的鏡頭語言。這部劇或許會呈現一種溫暖又有力量的黃磊式敘事風格，讓商業戰線與情感線交織得更自然。近年來，行業劇加時代劇的敘事模式不斷湧現並收穫認可。
大江大河聚焦改革浪潮中的企業與知識分子風吹半夏，講述民營企業的崛起故事；而人世間則以家庭為單位，呈現時代變遷。收山則從餐飲行業切入，這一選擇極具普遍性與生活性。食物自古是中國文化的重要載體，而老字號更承載着城市的記憶、家庭的情感、文化的根脈。圍繞百年老店的興衰，故事自然延伸出改革開放背景下的商業碰撞、理念衝突、價值觀更替。觀眾不難從中看到自己家庭中的長輩，熟悉街道裡的飯館，那些正在消失與重生的味道。可以說，收山不僅講商戰，更講人心；不僅關注行業技術，更探討傳統文化在新時代的命運。收山的敘事有2條主線，其一是商業線，凡大成如何對抗資本力量，如何在困境中尋找機會，如何在失敗後重新站起，如何在商戰中堅守自己的初心。這部分充滿張力，有激烈的博弈場面，也有充滿智慧的策略交鋒。其二是情感線，師徒之間的深厚情誼，兄弟間的摩擦與守望，傳統與現代2代人的觀念衝突。這些情節讓商業線不再冰冷，而是帶着煙火氣與溫度。舌尖上的商戰讓這部劇同時具有緊張的商業節奏、溫暖的人情味以及深沉的文化思考。劇組選擇在12月的北京開機，避開最冷時段，又利用北京冬天的氛圍，為年代感營造提供了便利。冬日的北京，街巷裡熱氣騰騰的羊蠍子、銅鍋涮肉，胡同中的小飯館，這些元素都與收山的味道密不可分。與此同時，萬唐劇在劇情中正處於冬天經營寒冬，時代寒冬，理念寒冬。用冬季來拍攝，不僅在畫面上實現冷暖對比，更讓劇作富有象徵意義。寒冬終會過去，屬於老字號的春天是否會到來，也成為全劇的重要看點。結語：收山不僅是一部商戰劇、年代劇，更是一部講述傳承與革新的時代命題之作。它集合了強大的演員陣容、厚實的文學基礎、深刻的文化主題以及黃磊式的生活敘事風格。在當下國產劇市場中，它有望成為一部兼具人文厚度和市場影響力的年度爆款。如果人世間寫的是百姓的人生收山，則將寫餐桌上的時代浪潮。胡歌的回歸、李沁的首次合作、何冰等戲骨的加盟，讓這部劇的期待值再度拉滿。當熟悉的京味與翻湧的時代洪流交織，當一個老字號在改革的浪潮中迎來生死抉擇時，收山有望呈現一幅既熱鬧又深情，既現實又詩意的時代畫卷。